近日，美国和伊朗关于核问题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伊朗害怕美国出尔反尔，要求美国要先做出承诺，并且还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向来霸道的美国哪里会对伊朗妥协？面对这种局面，美国也非常害怕伊朗真正把核武器给研制了出来，所以让他的小弟以色列紧紧地盯住伊朗，甚至可以随时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作为伊朗的死对头，以色列不想用这样小打小闹的举动给伊朗造成微不足道的伤害。以色列一直以来都想打败伊朗，彻底取得对伊朗战争的胜利。据媒体报道，近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在与美国的委员会年会上告诉美军高官，已经命令以色列军队将全面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而美国方面并未拒绝和阻止，并向以色列表示，美国与你们同在。美国给出这样的答复，完全就是在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却是伊朗从来不给美国的面子，再加上与伊朗的谈判让美国彻底失去了耐心，所以美军是极有可能想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施压，让伊朗乖乖的在谈判中妥协。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方还准备和以色列进行联合演习，演习的内容就是模拟如何军事打击伊朗。美军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在旁边给予援助，甚至不排除美军会亲自进入战场与伊朗作战。不过这是美军的常规操作，每次口号喊得无比狂妄，最后却犹犹豫豫，不敢妄动。而以色列这次的举动真的非常的疯狂和急躁。看以色列的说法，美国甚至不帮忙以色列，也要独自对伊朗开战。或许以色列是真的害怕伊朗把核武器给研制出来，到时候美国可就不敢再招惹伊朗，那么到时候以色列就要面对一个有核武器国家的愤怒了，怕是要遭受疯狂的捶打了。但是伊朗对美国都不怂，而且和以色列打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害怕以色列呢？据媒体报道，近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敢进攻伊朗，那么将会把大量的导弹运到前线发射，在7分钟内给予以色列毁灭性打击。有军事专家就分析到，尽管以色列拥有比伊朗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但是伊朗配备了数万枚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而且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完全不能有效地抵挡来自伊朗的袭击。伊朗确实是有能力给予以色列毁灭性的打击。此外，一旦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中东肯定还有很多的组织和国家会加入伊朗的阵营，到时候以色列可能会受到不同方向的导弹轰炸。这样看来，以色列想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并不一定能获得什么好处。或许到时候以色列还真的需要美国的全力帮助。可是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是摩擦不断，又哪里来的精力真正的全面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呢？在中美俄博弈白热化的阶段，美国多次插手俄乌冲突，就是想要借机打压俄罗斯。在援助乌克兰上，其行为越来越过火。一方面，美国在俄乌军事对抗上不断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最近美国又拨款2000万美元给乌克兰，从而进一步巩固乌克兰边境的防御其东部、北部的威胁。这番之举明显就是在敌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了，就是在警告其不要对乌克兰下手。另一方面，美军不断刺激着事情发酵，企图让俄乌冲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像乌克兰在俄乌边境增兵，里面或多或少都有美国的示意。现如今俄乌边境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再度插手，不仅停留在军事装备援助上，还打算将美军合理的部署在乌克兰。美媒称，美军大概有4500名士兵进入到了乌克兰，并很有可能进行相关部署。联系美军以前的情境，这支美军部队极大可能会卷入俄乌冲突之中，并会赖在乌克兰不走。美国和俄罗斯已处于一个互相试探的阶段。美国口头上说着对乌克兰不会提供帮助，并认为美国没有义务去帮助乌克兰，但美军的行为却是让美国自打脸面，很难让人相信美国的话。就在美俄激烈争吵，双方想要减少尖锐对立的时候，美军此行为无疑是在火上浇油。美军现如今大概的4500人，再加上乌克兰的近半数军队士兵约12.5万人，总共近13万人。俄乌边境云集数十万大军，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量，可以说其一定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本来双方就处于一个剑拔弩张的阶段，美俄会谈似乎让两者更加僵持，也没有缓和俄乌的紧张局势。现如今美俄大规模直接对抗或将爆发正面冲突。俄方曾坦言，美军在俄罗斯周围实施的包围已经让后者感到不安。对于美国的诬陷，俄罗斯也直接放出狠话，警告美国停止该不正当行为。依据俄罗斯的刚硬，对于美军打算越越底线的事情，其绝对是忍受不了的，会给予严厉打击。至于美国已经开始介入，想要其放弃这些行为，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者绝对会处于一个全面对峙的阶段。随着对峙进一步升级，美俄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有一说一，就算双方再僵持，也很难会走到正面开打的地步。不过凡事都有可能，只有说待看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了。
最近，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又有了新变化。美军侦察机首次现身顿巴斯空域，英国突击部队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毫无疑问，这些举动都是针对俄罗斯而来。为此，俄罗斯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俄罗斯核力量的一则信息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据俄罗斯航空新闻12月11日报道，一架美军侦察机首次出现在了顿巴斯地区上空。英国国防部也已经向乌克兰派遣了至少2个营的空降突击连。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为缓解顿巴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行了视频会晤，但是美军的侦察机 RC-135W 依然出现在了顿巴斯地区的上空。这是美军侦察机首次在顿巴斯地区被发现，此前出现在该地区的一直都是无人侦察机。与此同时，英国武装部队空降突击部队也被部署到乌克兰地区。之前，英国就曾经宣布将向乌克兰地区派遣一支600人的部队，这次这2个突击连很可能就是先头部队，未来可能还有数百名英军士兵抵达乌克兰境内。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英国士兵不仅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军队进行军事培训而来，未来他们很可能会加入到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当中。尽管伦敦方面尚未就此发表任何评论，但外界普遍认为，一旦这些英国军队真的入侵顿巴斯，俄罗斯将有很大可能介入其中。虽然俄罗斯目前尚未对英美携手进军乌克兰这一举动做出评估，但莫斯科已经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准备。据俄媒航空新闻报道，俄罗斯核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宣布，俄罗斯所有的战略核武器都已经准备好投入战斗，备战率达到了 95%，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导弹也会出现在其中。这可是被北约命名为撒旦2号的恐怖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以及北约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可得好好掂量一下。有分析指出，面对北约切香肠的战术，俄罗斯已经没有耐心了。这次宣布核力量最高警戒状态，就是向美国以及北约亮明底牌，要打就趁早，大家一招定胜负。而这也恰好戳中了北约的软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本土，都处于俄罗斯洲际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面对俄罗斯这种近乎于同归于尽的做法，北约还真不敢冒险，赌俄罗斯到底敢不敢动用核武器。这反对目前东欧危机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日本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得多了，现在就连大自然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出手惩罚日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本土频繁发生地震，其中还有一场持续了10多个小时的连环地震。但这还不算完，在12月12日，日本有一处海域发生了更加可怕的灾难，那就是鱼类集体死亡。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本月12日当天，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惊现一条长达4000米的鱼尸长廊。从公布的画面来看，那真的是一片雪白。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时间发现这一状况的并不是当地的渔业部门，而是当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青森县是东通核电站建设所在地，而且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该核电站所属集团的总裁还向青森县表示歉意，原因是因为该地的核材料保护不力，造成了核废料的泄漏，对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这次大批量的鱼类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泄漏的核废料而导致的。这也让我们不由得担忧，此次突发的鱼群死亡事件是因为核废水，还是另有蹊跷呢？会不会扩散，进而威胁到中国的海域呢？根据日本方面目前给出的报告来看，在这片水域中也没有任何船只出事的迹象，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船只侧翻原油泄漏导致的鱼类死亡。在排除了人为的干扰后，外界现在大致将原因归类成了3点：其一，鱼群之所以会大规模死亡，那就是核泄漏；其二，深海地震使当地发生了板块活动，当海底发生地震后，会产生出大量氡气、甲烷等气体，这种气体完全可以造成大量的海洋生物因为缺氧而大量死亡。众所周知，日本就在地震区，因此活跃的地质运动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因素。其三是当地驻日美军不小心造成了，同样是青森县，在今年的2月份，驻日美军 F-16战机在出任务时不小心掉落了2个副油箱，使得当地的渔民遭受的无妄之灾。那这一次很有可能又不小心掉下什么东西。当然，以上都只是外界目前的猜测而已，具体是怎样的，还需要日本官方调查后公布出来。但不管是哪种可能，随后遭受危害的都只会是日本的海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海域。但我们要注意，从日本海域进口的鱼可要少吃了，毕竟谁都保不准会不会吃到核废料的残留。